接下来由我崔浩文和刘霞来为大家导览一下本次现当代艺术专场的一些重点拍品。首先，我们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一件来自周春芽的绿狗的雕塑，它也是周春芽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的艺术符号，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一提到周春芽的话，就会想到这个绿狗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一个雕塑，大家能看到哈，它其实非常的巨大，应该是属于放在一些我们展厅当中会增加很大的气派的感觉。所以说呢，大家就是一定要来到我们现场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主展厅是这个方向。摄像机给个镜头。接下来我们到现当代艺术部的主展厅，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展品。我们顺着这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严磊的彩轮这张画，你就可以来到属于现当代艺术的展厅。好，接下来来到的是我们现当代艺术主展厅的门口，然后我们走在这个角度，就能更加清晰的看到这一幅属于严磊的很标志性的彩轮，它整个带来的非常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也是能够指引着大家非常快速的找到我们主展厅的一种方式。好，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本次的这个春季拍卖会，实际上是现当代艺术专场分为了4个专题。首先，我们先来走进第一个专题，也就是当代水墨的这个专题。我们这一次的4个专题大致是有这样几个方向。第一部分呢是当代水墨专题，然后第2部分呢是这个学院艺术专题，还有一个冷军的个案专题以及现当代艺术专题。接下来呢，我为大家讲一下这个当代水墨专题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啊。我们这一次的拍品一共是有137件，然后其中呢，我们把水墨放在了这个开场的部分，第一部分为大家呈现。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想，在就是之后的拍卖中呢，会把这个当代水墨这一块在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板块呢，着重给它单拎出来，也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拍卖的一个策略。我们先看的话是这一件作品，是艺术家徐华玲。徐华玲呢，她是中国当代艺术家里边70后里边的女性艺术家的代表。她的水墨作品呢，特别的有非常明确的个人特点。然后我们这一次上拍的这一件呢，是她的香系列的一个作品。香系列呢，其实是徐华玲的这个成名之作。就是因为这个系列呢，就是徐华玲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受到了市场的关注，然后被称为了这个新工笔一姐的这样的一个称号。然后这一次呢，也是香系列的里面非常一件典型的作品。我觉得那个可以给一些细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作品，它其实是一件绢本的工笔，但是呢，徐华玲呢在创作技法上呢进行了一些创新，它没有着重体现这个勾线的这个东西，而是用肤色。这个技法呢更强调出来了这个技法，然后用这个技法呢就是表达了整个身体，然后包括这个蕾丝还有女孩呢，其实是他作品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内容。这个呢也是他在水墨创作里面之所以新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是因为他以这个自己以一个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一个日常生活的状态为切入点来创作了这样的一系列作品。我们能看到它这个蕾丝其实是非常的细，然后它基本上创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的时候呢，是要经过8、9次的这样的染洗的过程，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一次整个水墨专题里边呢，其实作品的一个估价呢也非常的合理。比如说这一件，是25到35，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像那个这样的一件作品，比如说13年、14年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可能都要到100万以上。整面这个墙呢，其实都是这个新水墨这个板块的一些艺术家。然后这一位呢，其实是刘琦，他也是70后里边一位
新水墨艺术家的代表。他的这个作品呢，这一件叫《少年》，也是跟这个传统的水墨表达的这个面貌非常的不同。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忧郁的一个少年，然后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包括山石的表达、人物的表达以及人物传达的这个时代特征呢，都非常的有个人的特点跟时代的特点。然后这一件呢是邱志杰的《说文解字》鬼字墨。其实邱志杰呢是实验水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他做了很多跟水墨有关的行为。像这一件的话呢，他其实是把所有跟鬼字旁有关的文字呢全都叠在上面。它其实也是对中国书法以及中国传统水墨里面书法跟绘画的这样的一些关系的一种自我的表达。然后这一件呢是萧旭也是80后里面这个新工笔非常代表性的一位艺术家。他曾经跟那个郝亮呢也是同门师兄，也是非常受关注的一位年轻艺术家。他的这个整个画面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暗色调为主。其实我们知道水墨呢要留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用大面积的这个暗色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墨分5色，它要在这个一张作品里面表达这个层次丰富的这个黑，其实是很考验技术的一件事情。这个作品可以给一下细节看看，因为这个作品其实细节很丰富。我们可以再往前，然后这一件呢，也是这个当代水墨70后艺术家名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是杭春辉。他其实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学这个西画的，不是纯这个工笔跟水墨这个出身，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个西画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一些光跟一些结构，所以呢这一件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其实作品的中央呢有一束很强烈的光感，然后这个呢其实也是他日后所有作品里面的一个核心元素，包括他最近的一些新作里面。用这个光跟色彩来做了水墨的抽象的表达，所以这一件呢，其实是他还在这样的一个具象的一个表达的一个阶段里面，然后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核心元素抽出来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作品。而且这个构图我们也能看到，其实是很有这个时代特征啊。这一件的话是艺术家张方白的作品，他这一件其实不是水墨作品。如果我们镜头给到细节的话，能看得到他这个其实是油画的一个材质，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它其实还是有着一种非常东方的一种气象跟水墨的这种晕染的一个效果。所以张方白是60后的艺术家，他是87年上的央美，然后所以他其实是在这个。就是85之后的这些新的艺术运动里面呢，它是有很深度的参与的，但是呢，他也是比较早的一位在这个运动里面，将这种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精神跟文化，带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的一件作品。那这件作品，我们就是以我个人的一个身高为这个比例的话，也能看到。他这个作品其实是尺幅非常的大，然后是他这个鹰系列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然后这一件呢，他也是有参加这个瑞士的路德维希博物馆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个展的一件重要的作品，是有出版跟展览记录的一件。你能看到他这个气势很宏大。并且用这个油彩表达出了这种水墨淋漓的一个状态，然后像立宪亭以及范迪安呢，都把它叫做这种东方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家。接下来的这一件，也是新水墨里面很重要的一位是沈晴，他也是从这个85时期开始呢，就在做当代水墨的一些创新跟革新。然后它的一个特点，它绘画的一个技法的特点呢，是用这种
很薄的墨来表现这个空灵的一个山水的境界。我们再往这边看的话，因为这一次的话，水墨整体的一个水墨专场的名单里面呢，其实我们年龄跨度是比较大的，有从这个比如说沈晴，然后包括梁权这几位艺术家呢，他们都是从85时期开始呢，就已经在水墨领域做一些革新的一些还比较老的一些艺术家，然后也有70后新水墨的一些代表，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徐华林啊、刘琦啊，然后这个杭春辉啊，然后这一位呢其实是另外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是谭军，他的作品里面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因为其实像70后的艺术家，他们所有学画的过程呢，其实都是中西都有的，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意大利这种湿壁画的效果，所以出来的一个作品呢，其实有一种厚重感，就是我们传统的水墨里面没有的厚重感。然后再往下看的话，这一件是杜晓彤，它的整体的面貌看上去呢，似乎有点像这个文人画。但是其实我们只仔细看里面的东西呢，又非常的不一样，反而呢能从里面看到就是当代都市人的一些生活状态，这个也是70后的这个水墨艺术家在水墨创新上面，尤其是在内容上的一个新的突破。然后这一件张晋呢，他其实是蛮老派的一个艺术家，他应该是50后的，他跟朱新建，这些都是同一批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在这种笔墨，就传统水墨中笔墨这个领域走的比较深入的一个艺术家，并且他的一个创作的方法呢会是写生，所以他很多水墨作品是用写生的方式画出来的。那这一件其实也是。然后这边有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也非常值得推荐，然后包括这个陈宝忠，他是画雪画的特别的安静，然后他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梁权老师，梁权老师是用这个拼贴的一个方式，在水墨跟抽象水墨领域呢，这个有所创新，而且他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具有个人的特色。然后包括上面的这一件是女性艺术家潘文训，她的作品会是将这种佛教中的一些菩萨的形象跟就是儿童的形象进行了一些结合。然后下面这件是一件重彩的作品，是朱振根的佛光。我们再往这边走一下。这边还有2件作品，是在这个部位。对，这2件也非常的具有特点啊。上面的那一件呢是这个郝世民的，它其实是在这个书法，跟绘画之间呢做了结合，它把这种书法的这种笔势的这种态势，用绘画的方式做出了表达，并且给他们做了一些拆解和解构，有点像这种抽象的作品，但是也是一个水墨的一个媒介。然后下面的这一件呢是秦爱老师的作品，秦爱老师也是在这个新水墨领域，新水墨这一批艺术家里面非常重要以及受到市场关注的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呢，跟这个空间以及舞台呢有很多的结合，这个跟他本人的个人经历也有一些关系。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做这种舞台设计的，就会有一些这种空间上面的试错感。我们看这边之前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几件水墨题材的比较重要的作品。首先一个是李金，这一件是李金的《石之恋》，应该是属于我们本场这个水墨专题里面一件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可以看出来它是李金他非常
就是大家为这个大家所熟知的这种风格嘛，就是他很喜欢画自己，或者说是比较像自己的一种肖像。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画面当中的这种性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基本上他的这个画面当中的主人公，他其实身边都是有人陪的，也是有美食所相伴的。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当代生活当中大家非常乐于去感受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有人陪伴，有人爱，并且有好东西吃。那旁边我们能看到的是，对，这一张上面的这一张是沈宁。沈宁的这种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致，并且他在细致当中其实是造了自己一个非常有一种神秘感的一种境界，然后是可以让大家进入到这个境当中去感觉到他为大家不只是讲了一个故事，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出来。那么下面这一张我们能看到是石虎的一张很有代表性的这么一张绘画的一个作品，然后它也是结合了一些个属于原始类别的一种人物的塑造感，然后放在画面当中，看这些人物你感觉好像是很有动态感的他们就在画面当中舞蹈一样的形态在运动着，它不像是一个完全静止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这边呢还有一张是属于这个狄青的艺术家狄青的一张绘画，然后它是结合了一些水墨的笔法以及综合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是金箔呀这种材质。下面这一张也非常的受瞩目，是来自艺术家朱新建的一幅油画版的美人图但是它的名字实际上是叫少女，但是它画的其实是朱新建特别被大家所熟悉的这么一种美人的一个图像但是它又是油画，所以油画在朱新建的这个题材当中可以说是非常之少见。水墨大家见过很多很多，但是油画我相信可能并不太多见，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这张画应该是非常的稀有，而且是非常的珍贵的。这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件非常老的一个出版的，是他99年的一个朱新建，99年南京出版社给他出的一个朱新建画册，这件是在上面有出版的，所以也是非常的难得。水墨的部分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的，水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在这边，是一件尺幅很大的一件作品。这件是艺术家孙浩的，对他，其实我们从那个远处走过来的时候，就能看到他这个整体的一个马的一个奔腾的一个状态，非常的这个自信然后也非常的这个强健，因为孙浩呢，他也是目前那个80后里边水墨领域应该是一个领头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角色，然后他的作品。以马的主题是最受欢迎的一件，然后这一件呢也是我们从厂家那边精选过来，然后整体的一个表达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绘画的处理都非常到位的一件，浩文，你讲一下，并且它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种水墨结合综合材料的一种方式就是它用了一些这个我们看起来是铜粉的东西，然后在画面当中，包括一些细节的部分，感觉就好像它在闪光。然后马在奔跑的一个瞬间，就是大家不知道看过没看过那种慢动作就是马在奔跑的一个瞬间，它好像会有一些光往外散出去那种感觉。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孙浩他不仅仅说是在写实的方面他在表现马，他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就是现实的马长什么样子他就画出来一个现实的一个样子，而他加入了很多他对于马的这种精神性的一种理解，然后在画面当中是更加强调给大家一种更深刻印象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马能够那么的受欢迎，大家心目当中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鼓舞人心的一种符号。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是大家看到孙浩的马呢，会觉得它有点像雕塑，是这样，有点像西画素描这样一个方式抠出来的。但是其实呢，并不是。孙浩呢画马呢有一个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个方式，是他会先画头，然后先画眼睛，然后包括他的就是各处的这个用笔，它都是一笔成型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它很好的一个这个水墨功底的一个体现。
水墨吗？对，水墨这边还有一件黄洪涛。对。这件作品尺幅也很大，然后黄洪涛呢也是80后里面还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一个艺术家。他因为是东北人，所以他对自己这个东北这个黑山水跟黑土地非常的依恋，并且呢他在水墨里面呢把这种黑风景非常形象的表达出来。他的这个画面呢也是以深色为主，对。色彩会比较重一些，然后很有神秘感。对，在黄洪涛的这幅画的下面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版画的一个调阅的区域，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出版物。如果这个到现场的大家需要观看的话，可以来找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去讲一下那个陈文记吧，陈文记跟张恩利这边。这2张画可以说是我们本次专场当中非常重要的2件作品。2件作品。首先先讲这个陈文记的这2张嘛，这2张画可以说是，陈文记这个很为人熟知的这么一个比较观念化的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创作生涯当中很重要的这么一件作品。然后这组作品呢，我们目前放到这边的是2张，但是呢，实际上在2003年的时候，它是一共有3件的，但是另外一件后面就是受到了一些个损伤，所以就是我们也本着就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观念，就是展示给大家的肯定，或者说是出现在我们拍场上的肯定要是很完好的艺术作品，所以说这2件就被我们拿到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春季拍卖会的一个现场。然后它所能体现的，实际上如果拉近景的话，我们镜头可以拉近一下，让大家仔细的看，就是陈文记老师他非常这种细腻的，可以说是不断的在不只是在描摹，他就像在创造这2个空间一样。而他实际上是创作了1张画之后，而第2张是临摹第1张画，然后这样去创造的。就是陈文记老师他在观念当中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知道我到底如果以我的本领想画的很像的话，我到底能够画的有多像。那么他做了这一个实验之后，后面他在也是一种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他不能做到让2张画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就算是这一个在大家眼中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图示也是一样，它里面千变万化，就像是你在5点时间看到的外面的这个阳光照射，跟你5点10分看到的它就是不一样的，它发生了很多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艺术家自己他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他为了去实验这一组自己的观念啊，形成了这一组作品，可以说是非常之珍贵。它里面蕴含着是陈文记老师他自己所有的观念的意识，以及他在绘画方面的各种体验。对这件作品呢，我们当时也因为这一组拍品呢去采访了陈老师。那这一组作品之所以关键呢，是因为这一组作品基本上是陈老师日后抽象作品的一个启示性的一组作品。因为我们如果对陈文记老师比较熟悉的话，都会了解他其实是在画一些极简的色彩性的一些抽象的绘画。但是其实陈老师作为一个50后，他是78年应该就是在央美学版画的，然后版画之后呢，他又转到了油画创作上来。其实我们应该了解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他其实是这种写实功底是非常深厚的，所以陈老师早期的一些作品呢，其实也是以这个写实为主的。然后这一件作品呢，其实是在2001年创作的。1999年的时候，陈文记老师做了一个展览，展出了他这些具象的风景类跟静物类的作品。之后呢，他其实因为陈老师一直都没有太多的在这种叙事性上面做文章，尤其是到了这种9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其实更想走向这种绘画的纯粹性，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的一些静物的作品、静物跟风景的作品的基础之上呢，进行了一些简化，比如说把这种他自己关注的工业题材，像这2件作品上面的这个水管给它提存出来，然后包括背景也是用纯色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组创作，然后并且这一组作品的一些抽象性的，就是非感性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方法跟态度呢，也改变了陈文姬老师的一个创作理念，然后促使他走上了日后的这个抽象创作的一个方向。所以这2件作品对于陈老师来说，其实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2件作品，也是我们觉得这一季拍卖里面可遇不可求的一组作品。对。然后另外一件是张恩利。张恩利是目前这个市场上面特别受关注的一位艺术家啊，然后他也是有这个国际画廊代理的一位50后的艺术家，60后、65后。这一件作品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呢，是张恩利2011年创作的，然后当年呢也是参加了那个张恩利在上海美术馆的一个个展，当时呢也应该是张恩利，当时这个上海美术馆的个展呢，应该也是张恩利的首个美术馆级别的个展。然后这一件作品，其实是他这个日常物跟日常空间系列2条线索有所结合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并且呢，他在这个空间上面呢，给他做了进一步的这个抽象跟简化。就是空间感，其实我们看到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包括色彩也是极简，但是又很丰富。然后包括这里边的这个线条和曲线跟直线，其实也是艺术家对这种绘画的一些形象跟人的心理的这种深入的研究之后，做的一些探索性的创作。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去那个冷军专题吧，因为这一次的话，我们有比较丰富的不同媒介的冷军的一系列作品，所以我们单独拎出来做了一个冷军专题。浩文，你给大家讲一下。对，我们稍微的小绕一下啊，这边是来到了这个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以单个艺术家为个案研究的这么一个专题。然后这个冷军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我们这次我们先看这边吧，就是在能调过来吗？就是这边是应该是大家一看就能发觉自己认识的这么一件冷军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件作品，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一件作品的这个我们所带来的是它的一件版画啊，然后也是应该说是冷军非常著名的图式啊所展现出来的这么一种力量感。其实来到现场我们看到这件作品的话就能发现，然后这件旁边呢是冷军的一个一个石版画的这么几件的一个作品。包括还有一件水墨的一个作品，所以这就是版画。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啊，这个版画，然后石版画，然后还有水墨啊，3种不同的材质。那我们再稍微转一下来到这边的一个墙面里面，我们就能看到的是冷军的2幅竹子的为题材的这个油画的作品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艺术媒介，就是油彩。油彩其实是应该说是冷军一个比较主要利用的这么一种创作的一个媒介了，所以说在这2幅竹的一个油彩绘画当中，我们就能感觉得到，就是它这种游刃有余，它能够将竹子画出来的那种写实的一个程度啊，就是如果这个很多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就是像是这个相片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个竹子的一个景象。那冷军确实也是以他的照相写实的技法，然后来在这个艺术圈，然后为大家所熟知的。那他的这2件竹子的这个作品呢，其实就跟我们水墨当中常见的这种文人竹的一种形态就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能看得出来，冷军将他的一种审美的观念是放在了这个竹子上面的。也就是说，这个竹子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化的一种文人化的一种代名词，它更像是符合我们现代人审美意识当中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之物品啊。然后这边呢是2幅冷军的海风，就是它的一个风景画的作品。应该说就是大家看冷军已经习惯了他画的非常细致入微的这种写实的作品，那再看到这种有一点点就是
平图画法的这个画面的话，会发现，哎，也是别有意趣的，就是也能感觉到艺术家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他其实是发散了自己的一种创作的一个意图啊，他就将自然的这种景观，也是用一种他非常熟悉的一种方式，然后把它表现了出来啊。这2张作品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么这一张呢，就是属于冷军他的一个油彩系列的这么一个人物肖像的一个作品了。人物肖像是应该说是就像刚刚看到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样，是冷军非常这个著名的这么一个类别一个主题。然后他所画到的这一位是一个看到他就是身姿做得非常的正的这么一位舞者的一个形象，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冷军他其实利用自己的画笔，他是能将人物的性格非常明快的反映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啊，就是也是很能体现它的一个特色。然后这面呢，就是也是2幅，一幅是竹的这个主题，一幅呢是它另外一件这个肖像之像的一个版画的作品，2幅的版画作品啊，这个就是我们所带来的这一次非常丰富的艺术材质的一个冷军的专题，也是像这个很多的作品都是带有他自己的一个出版以及展览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再给一下这几件油画作品一些细节，因为我们日常看到的冷军的作品呢，都是一种非常严谨的一种超写实的风格。那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几件这个油画作品呢，其实是给我们看到了冷军的另外一面，就包括这几件风景上面的这个细小的笔触，然后其实也能反映到它后面的这个竹子的创作上来。这个竹子整体上看上去呢，也是一种超写实的，但是其实我们给到细节的话，可以看到它，比如说每一个这个竹叶呢，它其实都是一笔来画成的，所以非常的有这种书写性，也是冷军。是我认为冷军其实是将这种油画的一个绘画的一个技法，用到极致之后呢，又加上了自己的这些情绪性的一些表达，是一些比较更自由、跟这种抒情性的一些书写。而且冷军也是这个用油画来画竹子的第一人，所以他的竹子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他07年之后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包括这2件呢，其实尺幅呢也非常适合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空间的悬挂，并且呢也都有出版跟展览，是值得关注的2件作品。我们那个直播的后面可以给一些这2幅画的细节图片，比较高清的细节图片，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让真正能够细致入微的去看这2幅绘画，包括这个竹叶的色彩，竹叶的这个笔触的一个这个走势啊，都能看出来艺术家其实这个绘画功底非常扎实。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这个学院艺术。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专题是，从学院艺术这个来入手梳理了一下，有学院背景的，以及有这个学院学习经历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个名单。我觉得从那边的罗尔纯开始。好，我们的这个学院之路与时代同行这么一个专题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院艺术家洪林的这一幅他画这个初夏的一个作品，就是夏天，现在好像大家就处在一个初夏的这么一个阶段嘛，所以看到这张画就感觉到很亲切，就是它带来的是这么一片昂然的这个绿色当中，但是你又能感觉到这种热气已经开始袭来了。这个是洪林他非常擅长去营造的这么一种季节的一个气氛，他很多的绘画其实都在表现这些东西。那下面是罗尔纯这一位大艺术家，然后他所画的这一件城楼。罗尔纯是一个非常擅长利用色彩来进行一些不同这种不同的时间呀、不同的光线啊这些东西来表现的这么一位艺术家。从这张画当中我们能看到啊，就是虽然它大片的颜色都是像蓝色或者是这种紫色的一个画面，但是就是那么一抹的黄绿色，却在画面的正中间直接吸引到了所有人的注意。所以这个就是能看得到大师他采用这种色彩来表现他自己的这种想法的这么一个
非常有力的一个艺术的这么一种创作的方式啊。然后他的画当中，像他平时画景当中，在这个建筑物里面，他一般情况下也会有像这个人的形象在其中啊。这个时候他其实就能体现得到，好像就是景中如果有人的话，就能感觉到这个景它是更加的贴近日常生活，就它不是一个被编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景色，它是一个很符合日常现实的这么一个景色。所以这个可以说整张的画面既是赏心悦目的，又是非常的具有这个艺术创造的一个价值的，可能也是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院的这些学生们都会非常想要去学习的这么一种色彩的使用的技法。那么这边呢，我们带来的是2位这个老艺术家，上面是图刻的一幅江边风景，然后下面是费以富的一幅这个雁荡风景，就是2幅风景的一个作品。从当中能够看得到这批这个老艺术家他们画风景画当中一种很老辣的一个这么一种笔触放在其中。然后这边呢就能看到的是艺术家段正渠。他所画的这么一组在2000年他所画的这么一个静物的一个作品，他画的是红色的藻，就感觉到这些藻好像都在这一片的一个小的区域当中，就是在滚动的样子，所以他表现得非常的生动。那下面这个是倪一德他带来的这个玫瑰书香这件作品，然后也是就是我们找到了相关的一个出版以及展览。就是非常的珍贵，应该说，因为它是1997年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展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边是两幅艺术家戴世和的作品，戴世和的一幅风景画，还有一幅人物画。这个人物我相信看到的所有人应该都熟悉，这是我们实在太就是熟悉的齐白石先生他的一个肖像。然后戴世和呢，因为他也是在色彩上面非常的有自己的一种心得，所以呢他在人物的肖像画，一般情况下大家见过很多画了这个色彩背景的这种人物肖像画，像黑色呀，比较多见的就是黑色嘛，然后还有一些像比较冷的一个色调，可能为了表现一些就是让人物沉下来的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在画齐白石先生的时候，戴世和他用了一个红色的底，然后他用的是一个这种绿色的线条，非常简单的就勾勒出来了齐白石先生的肖像。可以说这一件作品就完全的展现出来了2位大师之间的一种沟通，一个就是戴世和他在利用这个色彩以及在笔触和形体方面他自己的这么一种非常高超的技能。另外就是齐白石先生大家都很熟悉哈，他画的这种就是水墨的这个艺术作品啊，他实际上也是简笔啊，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来一个非常丰富的画面的内涵。所以说2位大师通过这张画他们达成了一个交流，可以说是一件让人看到就会觉得很这个开心，然后很学到了很多知识的这么一件作品。然后下面这一幅呢是来自戴世和的这个竹林外，然后它呢也是有一个我们一个展览的这么一个，就曾经在之前有过一个展览，有过一个展出。然后他所画的这个竹林啊，就是在画面当中你感觉到它是非常齐的。这个也是就是戴世和先生他采取的这么一种就是一个构图的这么一种视角，他采用的是颜色进行的画面的一种分割，然后就让人们一眼看过去就是能够体验得到一种比较和谐的一种感觉啊。但实际上如果你细看的话，能看得到很多竹林的细节，包括后面的一些景色啊，也全部都在画面当中能够看得到。我们可以给一些近景大家来看一下。好，这边就是一个是邵京昆的，对，邵京昆的向日葵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就是邵京昆这个艺术家让他非常有名的这么一种题材了。
大家应该认识很多绘画向日葵的画家啊，艺术家可能都非常喜欢这种色彩能够很有表现力，然后又特别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就是旺盛的生命力的这么一种植物哈，所以大家都在歌颂向日葵，都在去描绘向日葵。那我们从邵京坤这个艺术家他的这个向日葵当中，其实能感受得到是我们独属于东方人的一种很沉静内敛的但是也在默默绽放当中的这么一种特殊的一个生命的意识啊，就是能从其中能够感觉得到。那下面这一幅呢是刘秉江他所画的一个这个红衣少女，刘秉江也是一位老艺术家，然后从他所画的这个少女当中，肖像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一些肖像了，就是利用肖像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其实是艺术家非常，可以说是他们，就是艺术家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大家不仅仅说是把肖像画的像这个人，他更多的是需要把这个人的性格所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个红衣少女的这幅画当中就能感觉得到，就是处在这个青春阶段的这一位女孩，然后呢，她自己默默地坐在一旁啊，可能是有一些心事在这边，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么一个比较花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有一位花样的少女坐在前景处，也可以说是这位这个刘秉江先生啊，他所创造的一个非常独特，也是非常具有他自己审美感的这么一幅画面。可以看到背景其实也有一些抽象的处理啊。是的。我就讲一下这个雕塑吧。你要转过来，这个是正面。对，正面在这边。这一件出潮，是来自这个艺术家霍波扬他所创造的一幅这个作品，然后它的时间其实非常早了，是上世纪的这个80年代。在1988年的时候所创造的，可以看到整个雕像，它目前为止保存到现在哈，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它依然保存的非常的完好。而经过这些年呢，它获得了这个卢浮宫的一个中国卢浮宫的那个金奖。2013年，对，2013年的时候，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对，代表这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卢浮宫国际美术展，并且呢，也是在当时的一个展览里面获得一个金奖。对，就获得了，其实是有这个证书的。对，获得了这个卢浮宫国际美术的这个作品的金奖。然后也可以说呢，就是他参加的这么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赛事啊，也就代表了实际上我们中国的这种艺术的一种风格，其实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的受到肯定的，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奖赏。那么它整个的一个形态实际上也是像刚刚我们看到少女嘛，然后这也是一个少女的形态出现在雕塑当中啊，她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表现的就是她非常的自如的一种感觉啊，站在那边，然后也是她和她周围的环境感觉上也是非常的和谐的处在一起啊，而且她还扎着2个羊角辫，是吧？非常的可爱的这么一个形象，我们可以给这个雕塑的这个人头这么一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这一部雕塑放在这边，可以说也是象征着我们的一个雕塑艺术啊，也是这个能够代表他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格，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国际上面的一些认可。这件雕塑的作品同时还附有5个出版物，大家可以到我们现场来观看。对，这边也是我们那个学院艺术的，有几张作品还是可以值得推荐一下的，比如这2件沙琪老师的一件人物跟这个一件静物跟花卉啊，这是这个沙老师这个非常代表性的这个笔触特别潇洒的2件作品，然后包括这边有2件风景，一件是戴泽的，一件是苏天赐的，这2件。虽然尺幅不大很小，但是这个气象很棒，尤其是这个苏天赐的这个海浪，因为苏天赐也是在这个接受了这个留法之后，西洋绘画的一个训练之后，然后又跟这个中国传统绘画在技法上面呢有所结合。我们能看到前面的这个海浪的一个笔触呢是非常这个粗粝的，然后后面的背景呢又是很硬韵的，有点这种晕染的效果。包括这边有2件呢是日本
艺术家这个森内静子的，她呢其实是日本这个战后非常著名的这个物派里面到目前为止还活跃的一个女性艺术家。她这个色彩是非常的艳丽，包括很多金色的这个运用。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当代艺术板块。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张恩利跟陈文纪，然后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包括当代艺术的中坚力量呀，一些年轻艺术家呀，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走到这边的话，不然就从这个年轻艺术家开始吧。我觉得接下来有请我们部门的露露给大家讲一下这几件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几件作品都是非常在新绘画当中有比较代表性的几幅作品，像这一幅欧阳春的能量棒。其实欧阳春这个画家，他是他的绘画不追求潮流，然后也不苛求事物的本身和去现实，他只是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个自我的状态，一个随手拈来的一个。他以充满一个随手拈来的一个笔触来表达来绘画的艺术，然后以此来表达他的自我和那个自我的心态和自我的经历。然后这一幅巫建安的作品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是一个传统的技艺，就是剪纸，然后融合到当代艺术当中，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剪纸的这个体量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它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剪纸的体量，然后给观众产生一个极具带有那个视觉效果、神秘的视觉效果的一个体验。然后这一幅李继开的兔子和兔子，李继开作为70年代的新绘画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那个创作风格其实是非常符合现在中国当代的21世纪的趋势，那就是表达自我。李继开他的绘画，他的绘画风格其实是，可以看到他画了一个兔子和他自己，那么其实他就是在以一个充满一个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我的一个经历和回忆。所以可以通过这幅画可能可以想象一下，李继开是否和这个兔子之间有什么一个特殊的一个回忆。然后再就是翟亮的这一幅每天我吃馄饨的时候，其实这个主题是每天大家日常生活中都能发现的，都能每天都发生的和经过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它是通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非常极具想象力的角度和一个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整幅画的色彩是非常鲜艳的，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充满跳跃性的绘画。这件作品是翟亮呢，就是比较新的一届，比较新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创作里面非常大尺幅的一件作品，然后也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作品在这一季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背后的这几件康海涛和马科。然后以及菊婷跟贾蔼丽。这面墙呢，上面的这一件灰色的呢是贾蔼丽的一件小尺幅的一件作品，它是70后艺术家里面应该是目前市场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然后这一件的尺幅不是很大，但是呢特别有他这种个人艺术风格里面对这种恢宏的大景观的以及这种荒原跟宇宙的这种表达的非常好的一个传达。我们可以给一个那个小小的细节，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啊，非常的渺小。然后下面的这个呢是艺术家菊婷，她是80后女性抽象艺术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她的作品呢其实是这种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她其实是用丙烯一层一层的这个涂在画布上面之后。再在上面呢进行了一些雕刻，这个是它珍珠系列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件作品，色彩也比较丰富。
然后上面的这一件以及这一件比较大的呢，是艺术家康海涛，他也是70后这个，因为目前市场上来说的话，70后的这个70后的艺术家呢是比较受关注的。然后康海涛呢是70后艺术家名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是因为他其实是用丙烯这样的一个西洋绘画的一个媒介来创作的，但是他的作品呈现出来了，最终是一种类似于这种水墨照染的这样一种很应韵的效果。也是70后艺术家里面这种东西绘画跟意境结合传达表达的比较好的一位艺术家。这一件小小的叫花丛，夜景中的花丛。因为夜景是它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绘画的主题，包括这一件树，我们也能看到它这个整个背景是用一个深色来表达的。然后下面的这一件呢是江上月，江上月是比较年轻的一位95后的艺术家。这边的2件是马科，马科呢也是70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这2件呢应该是他当时在非洲游学时候的2件创作，包括库车这是新疆的2件作品，上面